眼前的画面可以看到满目疮痍，破败不堪，杂草丛生。其实在很久之前这里可不是的，也可以这样说吧，曾经这里是多么的繁华，那么现在就是多么的荒凉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重庆云阳这边。刚刚大家看到那个画面是不是很破败？这里呢，以前是一个千年古镇，这个地方就是云安古镇，一个传承了2200年的工业古镇。这里以前也是产盐的，高峰期呢也有几万人，但是现在基本上看到的就是荒废、破败、残破，就经常说的残垣断壁一样的。所以说，这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故事，才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一个繁华的千年古镇，如今呢就变成这个样子，是不是挺可惜的？今天就来这里探索一下这个秘密。这个就是当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建筑——文峰塔。其实，在很多地方有文峰塔，主要就是可能是当时这个古镇比较繁华，有很多文人墨客，还有过往的商人都来这个地方。那自然而然呢，就有我们常说的秀才那些人、读书的人，那么就会来这个地方。现在我们就来开始说一说这个云安古镇。这个镇在汉朝刘邦的时候就有记载了。刘邦当皇帝的第1年，就有人率领来到这个地方凿井煮盐，因为古代的制盐技术跟现在不一样的，古代经常是用那种大锅煮出来的。从这个时候开始了云安古镇发展的历程，大概是到了唐宋时期形成了街市，就是说有很多人了，有主街一条，相当于开始向城镇进发。在当时，除了这个熬盐的厂房之外，还有呢居民，大概是100多户，为食盐生产，还有呢关于贩卖食盐的那个商铺就相当于公司，有10余家。在宋朝的时候成了商贸重镇。很多人以为宋朝比较弱，因为看电视也经常知道，宋朝经常受到契丹、西夏、吐蕃这些的攻打，经常呢失败了。但是恰恰有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宋朝的经济是非常发达的，当时在全世界好像北宋、南宋是最富有的，所以呢，它经济发达，那么自然而然，相当于当时的工业还有商业是非常发达的。那么这个地方也不例外，特别是关于生产盐的地方更是如此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古代的盐是非常难生产的，跟现在不一样，特别是生产技术比较落后，没有现在的这么先进，所以盐呢非常宝贵，价格呢相对来高。特别是在宋朝之前呢，这些酒、盐、铁都是被那些门阀士族所垄断。那到了战乱时期呢，这个盐呢就更宝贵，有时候呢比黄金还贵重，因为往往有钱还买不到盐。在两宋的时期，就是北宋和南宋，这里是非常繁华的，可以说这里进进出出的人非常多，到处能听到吆喝声。但是大家都知道，有盛必然有衰。到了明朝末年的时候，到处都是战乱，这个地方也避免不了，所以当时的很多炼盐、熬盐的工人逃亡，那很多住在这里的人都迁移走了，商业呢就急剧萎缩，居民呢要避乱他乡，这个城镇差不多消亡了。那到了清朝建立之后，秩序相对稳定，顺治的时候，这里呢重新开始恢复了制盐产盐。在明朝末年，战乱逃亡的盐工居民呢逐渐回到这里，重新大家一起我们说的建设。到了康熙时期，城镇水平呢基本上恢复到唐宋时期，也就是说这里呢重新变得热闹，重新变得跟唐宋一样。那到了乾隆的时候这里又更繁华，江西、湖北、陕西、湖南很多地方的人来这里投资开发盐业。在那个时候，制盐的工厂逐渐扩大，成为了四川全省有名的盐厂。那么众所周知，一个地方任何一个产业兴盛了，都会带动其他的产业一起兴盛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制盐产业很兴盛，那么人就多，人多大家都知道要消费，所以呢，在这里呢带动了粮油、棉布、食品、百货、医药等等繁荣起来。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，这里的街道就变成了10几条，房子呢一直在扩展。
到了清朝末年，整个这个城镇所有的人呢，大概有5000多人，商号300余家，就相当于公司啊有300多家，是四川重要的工商业城镇，人口呢还超过当地的云阳县城。到了这样呢，还没有达到顶峰，它一直在发展，最终呢，最鼎盛的时候，这里大概有3万人。但是呢，盛极必衰，这里呢也同样如此。由于呢古盐泉逐渐衰竭，还有一点就是说生产技术的提高，因为我们知道上个世纪70、80年代之后，制盐技术呢突飞猛进，那这些传统的炼盐工厂呢就基本上没有市场了。那特别是三峡建成之后，这里的人大部分迁移走了，就变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模样，满目疮痍，破败的房子很多。现在我们去这个镇里面仔细探索一下，因为听说里面还居住了一些人。这个白菜长得很好啊，大家看一下，差不多有这么大的白菜。很多人经常吃白菜，但是真的长什么样的就不知道了。这一片都是农村的菜园子到了冬天，大白菜、萝卜应该是占多数。所以我们说，为什么很多人喜欢来农村吃饭呢？因为都是自己家里地里种的养的，旁边养鸡鸭，那自己种菜，如果再远一点有鱼塘的话，那就更好了。来到这个镇上面，遇到几位当地的村民，他们向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，现在这个地方大概只有1000来号人，并且这1000来号人并不说以前这个镇上的，基本是后面迁移过来的，或者在这里租房的。这里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房子，几十年前的。它这边古镇也是沿着山坡而建的，看到这里没有？很多坟。那么其实在这个地方呢，相当于也是我们说的人坟相伴一样的，而且这里好多新坟呢。因为这个地方现在居住的人大部分都不是这个古镇的人，很多人是从其他地方搬迁过来的。假如说河对面就是，那以前老的这些云安古镇的人去哪里了？基本是搬到云阳的新县城去了。由于很长时间没有住人，像这样的古镇呢，路呢都是泥土路，其实小路以前的古镇其实都没有像现在我们说的大马路，都一个样子的。现在居住在这个古镇的人，大部分是从对面搬迁过来的，所以这里呢还有一个轮渡，就相当于过河的话靠船来进行。破败不堪，那个房子应该是很久没人居住了。这里又发现这里是厨房，这个是苞米，反正感觉这边也种了很多玉米这些。房间我们就不去看了。这个地方好多墓是在房子旁边，这现在住的人这些不害怕吗？下面这些房屋全部废弃了，周边的草树木都比房子还高。由于长期没有住人，有些已经倒塌了。继续往前走，这些地方晚上还真不敢来，所以说天黑之前呢，一定要离开，因为太荒凉、太破败了。而且这里坟好多，所以说晚上还是会害怕的。这里相当于是一个洗衣服的。这一块基本是倒塌完了。这个地方跟宁夏有一个古镇很相像，沙漠上的古镇呢，这里呢是属于河流旁边的，倒塌的差不多了。当年的房子现在变成菜园子。在这里也能够进一步的看得到，当年这个古镇里面是不能通车的，基本都是这样的小路，估计自行车和摩托车都不行，因为很多阶梯。这里房子倒是比较多，但是这个古镇以前的房子基本是没有了，可能都被淹掉了。这里应该是一个小卖部，在这些地方仿佛来到了那个意外的世界一样。现在我们走在这个小镇的深处
以前他们都是靠这样的道路行走的。那高峰期的话，这里非常热闹啊，因为这里有资源的，所以呢，经常商贩往来，也都会在这个地方。然后可能旁边呢还有一些店铺，刚才我们看到小卖部，那其他的也会有，经常大家挑着东西或者背着东西，这样来来往往。所以说，有盐的地方啊，就是非常热闹，而且可以看到他们这个房子呢，都是依山而建的，所以这些房子如果没人住的话，慢慢的都变颜色、变旧、变塌方了等等。像这里还有一些人居住了。您是一直住在这里吗？住了多少年了？几十年是吧？你好，阿姨。哇，修鞋垫呢？以前这里炼盐是在哪个地方？下面。就是下面。我现在是站在一条河流旁边，叫做汤溪河。因为三峡库区修建好了，这个河水呢才涨起来，以前没多少的。那这条河非常有意思啊。我们经常说泡温泉，那这个地方呢，它夏天的水冰凉刺骨，冬天呢反而有热气、有温度，相当于是温泉一样的。以前这个地方呢，其实相当于是盐场、炼盐的地方，只不过呢，三峡修建起来，这里就被淹掉了。现在这对面来往是靠轮渡，这里上来之后啊，上面就是古盐道，就是经常把炼盐搞好了，盐就是从这条路上去，相当于一条商贸要道嘛。打个比方说，我现在挑着盐，这样或者背着盐上去，那这里呢就叫盐道，它也是逐层上去的，因为是一座山嘛，相当于这样走上去，背着东西上去。那商人呢也是一样的，并且这个地方以前呢可能有很多小贩在这里。你看现在我就这样上去，重庆呢基本都是这样的，都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上去，而且还是非常高的。从路上这些石头啊也能看出年代感。而且有一点，很多这石头都不是让平的了，像脚踩的这个地方已经有点凹进去了，就是经常摩擦嘛。这整个这一块都是盐道，从这里上去上到顶部，那个盐呢从这里运往全国各地。那其实这个云安古镇的炼盐呢，比四川自贡还早200年。越是靠近河流旁边，就是盐场的中心，越荒凉。看看这些房屋，已经荒废了很多年，这晚上真的不敢走啊。这可能是当时古镇的一个社区名字，可以看这些房屋也知道很老了。它这里有标识，云安一校就是以前的老式学校啊，还有云南老镇政府，那个应该就是属于以前的地主大院。码头刚刚我们看过了，现在去前面再转一转。幽深的小巷，晚上大家敢走啊？因为像以前这里没有路灯，路又很小，从墙上长出来的树，厉害吧？破墙而出，生命力极为顽强啊！它这个不是根部啊，它是整个一个我们说的那个枝干从墙上穿过来。这里当时是不是一个大户的还是什么？你看看，两边还放了东西啊！这里应该是一个小的小卖部，因为学校就在旁边。看看后面，后面就是这样的，倒塌完了。云安第一小学，当年这个地方可以有好几所小学啊，就证明这里的人口之多。有小学，还有中学，但是当年的学校就是如今这个样子。那边是教学楼，这边是一些黑板报一样的。杂草丛生，长得比人还高。
应该说荒废了好多年了。草长得比人还高的学校，住在学校旁边，很受到熏陶啊。然后呢，这些人家的小孩上学是最方便的。以前我们小时候读书，还要走好几公里呢。走到如今这个古镇，倒是充满着那个杂草、倒塌、荒凉、破败，我们能够形容上的词应有尽有。这里有一个洗手的、洗衣服的，可能就是这户人家的吧。这个小镇都是这种小巷子。那以前他们买东西不方便了，大件的东西可能要人扛进来。这个地方还是厨房。其实这些房子建的话，可能就80、90年代建立的感觉是。这些地方沿恐怖片还可以。这个房子看起来是与众不同的，发现没有？有一个五角星，那里就是以前云安镇的镇政府。但是这个房子有我们说的几十年前的特色，它最早呢属于地主的家里。那这个地方呢靠着江，那么以前这个地主呢可以说富甲一方。你想一想，在生产盐的地方能够做一个大地主，那肯定是条件非常好的。但现在就是这个样子的，所以这个房子呢，最起码呢有差不多80、90年的历史了，是最基本的。为什么有这么高的围墙？就是因为以前属于地主居住的地方，地主大家都知道，一般都是围起来一个独立的院子的。走在这个里面，现在到处都能看到菜园子，在房屋里面的菜园子。尽管说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古镇里面很多房屋倒塌了，但同时呢，也有很多房屋还保存着这么完好。但是就是非常可惜了，这么好的地方废弃了。